从各方面来说 ，OnePlus 8 Pro 依旧存在着不将就的 DNA， 在既有的优势下发挥得更好，而不足的缺憾大部分也获得一定程度的补足。在邦尼眼中，或许1加8 Pro 更像是一支更沉稳的旗舰之作。究竟实际表现如何？我们边看边说。这次邦尼开箱的 OnePlus 8 Pro 一样是在京东购买，一样是由官方直接出货，一样不用担心真假，目前一样是免运。顺带一提，如果在收到货后发现手机有损坏或有问题，在京东购买一样享有收到商品后7天免费退货，相对有保障许多。回到机身设计，这次帮你选择的是 OnePlus 8 Pro 清空的版本，成色上相当多变且滑顺自然，正着看是更加高亮的青色，侧着看则是更加沉稳的青蓝色。而在机身触感上，几乎可以说是目前最舒服的 AG 玻璃，握持手感滑顺手，摸起来就是细致的类肤触感。相较其采用喷涂的雾面玻璃，1加采用化学蚀刻工艺，打造新一代的 AG 玻璃，工艺上可以说是更加稳定成熟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OnePlus 8 Pro 终于迎来的 IP68 防水防尘，机身右侧拥有实体的3段式开关，可以调整音量模式，在手感上相当紧实。同样的 ，OnePlus 8 Pro 不具有 3.5mm 耳机接口。而在随附配件部分，盒装内提供了包括30瓦 Verb 充电组、出厂时已经贴好的保护贴，以及随附的透明保护套。整体来说，外观设计依旧是 OnePlus 8 Pro 重要的亮点之一。相机系统上，邦尼建议搭配 OPPO Find X2 Pro 的相机评测一起观看，会更容易理解。在 OnePlus 8 Pro 的主要镜头上，搭载了跟 Find X2 Pro 相近的镜头配置，全机采用4镜头模组，由上到下分别是 Sony IMX586、f2.2 4800万画素、120度超广角镜头，一样具有微距功能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相较起 Find X2 Pro 会在竞拍时自动切换到微距镜头，OnePlus 8 Pro 依旧是采用手动切换的方式，可以依照自己需求调整镜头选择。接着是 Sony IMX689 f1.78 1.4寸4800万画素主镜头，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。在前面2颗镜头的选择上，跟 OPPO Find X2 Pro 近乎一致。最底下这颗是 f2.4 500万画素的滤光镜头，在相机中的滤镜选择秋意，就可以启用这颗滤光镜头。不过实拍效果并不理想，基本上可以理解成多送1颗镜头。而真正跟 Find X2 Pro 拉开差距的，会是左边这一颗 f2.44 800万画素的长焦镜头，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以及3倍混合变焦。我们从主镜头看起，直接来看仰张。OnePlus 8 Pro 在调色风格上更接近还原真实，针对前景暗部的 HDR 处理是3者最积极。而在超级大逆光的 HDR 表现上 ，OnePlus 8 Pro 有了硬体跟算法的加持，可以说是第一梯队的表现。不论是前景的 Love、地板的细节还原，或是左上的树木暗部，以及针对远处太阳的强光抑制 ，OnePlus 8 Pro 在逆光场景下，整体动态范围以及明暗细节保留确实相当优势。接下来这组样张 ，OnePlus 8 Pro 跟 Find X2 Pro 一致，都是采用更加积极的算法选择。在这组样张中 ，OnePlus 8 Pro 的101稍微偏红，在针对逆光晚霞的调色风格上会稍微明显一些。接着来看超广角镜头 ，OnePlus 8 Pro 跟 Find X2 Pro 很明显在广度上确实跟 iPhone 11 Pro 有肉眼可见的差异，不过实际表现还算足够使用，调色风格跟主镜头相似。在大逆光场景下，采用 IMX586 的 OnePlus 8 Pro， 不论是在动态范围或是放大来看细节，依旧容易展现优势。而在超广角上，值得一提的是 ，Find X2 Pro 在逆光场景下，依旧容易产出风格化更强烈的调色。邦尼也再提供一组样张供大家参考。而在长焦镜头上，虽然说有800万3倍混合变焦，不过跟 Find X2 Pro 相比，不论是在3倍、5倍之下 ，OnePlus 8 Pro 在解析力上都存在偏弱的状况。邦尼也提供10倍跟30倍的样张给大家参考。对于 OnePlus 8 Pro 来说，长焦应该会是较为明显的弱项。OnePlus 8 Pro 同样支援夜景模式，
不过在夜景模式中，只能启用主镜头以及超广角、长焦以及自拍镜头都不支援。接着我们再来看样张，我们先来看开启夜景模式前，再看开启夜景模式后。在 OnePlus 8 Pro 开启夜景模式后，画面范围会有小幅度缩减，不过整体感知程度不大，夜拍实际表现其实效果还是不错。不过在算法上，跟 Find X2 Pro 或是夜拍依旧强势的 S20 Ultra 相比，在细节保留上还是稍微有所差距，但整体来说表现还是可以。而在超广角的表现上 ，OnePlus 8 Pro 在没有开启夜景模式之前，表现就已经不差。这边因为 iPhone 11 Pro 超广角不支援夜景模式，帮你也提供 S20 Ultra 的超广角让大家参考。接着我们开启超广角之下的夜景模式。其实 Find X2 Pro 跟 OnePlus 8 Pro 采用 IMX586 作为超广角，在底子上绝对不会太差。不过跟左侧三星在算法上的累积相比，各家确实都还有可以进展的空间。而在肉眼几乎不可见的极低光源下 ，Find X2 Pro 还是趁着极夜模式略胜一筹。整体来说，今年的 OnePlus 8 Pro 在硬体跟软体上都有所提升 ，HDR 算法更加积极，整体动态范围表现非常不错，不论是日夜拍的进化都是肉眼可见。不过在夜拍上的算法还是有提升空间。而长焦在目前确实是弱项，但对 OnePlus 8 Pro 的定位来说，主镜头跟超广角实力都不差，其实还是足够。录影上值得一提的是 ，OnePlus 8 Pro 支援最高 4K 60 FPS 录影，不过最长只能录制5分钟，前置只支援录制 1080p 30 FPS， 帮你也提供一段 4K 30 FPS 手持走路的防手震以及画面样片，供大家参考。比较意外的是，在拍照上调校风格完全不同的 Find X2 Pro 以及 OnePlus 8 Pro， 在画面呈现上却有更相近的表现，两者动态范围表现相当不错。防手震的裁切范围虽然较大，但确实也更加稳定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，OnePlus 8 Pro 在超级防手震模式下，少见的支援 4K 30 FPS 录影，而 Find X2 Pro 则是锁定在 1080p 60 FPS， 所以在样片上大家就稍微参考一下就好。最后，邦尼也提供一组 1080p 之下的超级防手震。效能部分，邦尼手上的 OnePlus 8 Pro 以及将系统刷上国际版的洋 OS， 刷入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下载 OnePlus 8 Pro 的系统升级安装档，接着放入根目录，并且在系统更新中选择洋 OS 的安装档直接安装。安装完成后记得双清，就算完成啦。不过邦尼还是提醒，刷机前务必有除错的能力再动手。回到效能，邦尼手上的 OnePlus 8 Pro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865，搭配 LPDDR5 12GB 的 RAM 以及256GB ROM 的版本，在AnTuTu跑分测试中拿下了583410分。仅以跑分数据可以参考以下表格，更多跑分结果一样可以在 Inspanity.com 上浏览到完整测试数据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OnePlus 8 Pro 在洋 OS 当中也支援 Google 语音助理的 Voice Match。续航部分 ，OnePlus 8 Pro 拥有4510毫安时电池，帮你也提供一组 OnePlus 8 Pro 在同样设定下不同解析度跟刷新率的测试结果。从数据可以看到，在 Full HD 加60Hz 的组合当中 ，OnePlus 8 Pro 拿下了15小时37分，一天一充还是没问题；而 Full HD 加120Hz 则是达到12小时又49分，在优化上则是相对不错。对于非重度使用者来说，还是有机会一天一充。不论如何，目前各家机种测下来 ，Full HD 加120Hz 的组合依旧是 CP 值最高的选择。而开启 2K 加120Hz 之后，对于旗舰机种使用者的一天一充来说，还是有些距离。而在快充上 ，OnePlus 8 Pro 支援30瓦有线快充，在邦尼的0到100%充电测试中，30分钟可以充到62%，完整充满也只要53分钟。在回血速度上还是稳定，同时 OnePlus 8 Pro 也支援了30瓦无线快充，算是这次的亮点之一。邦尼后续也会在 Xpeng.com 补上测试结果。生物安全辨识上 ，OnePlus 8 Pro 一样是采用萤幕下指纹辨识搭配脸部辨识的组合，两者速度依旧快。而在萤幕下指纹辨识时，系统会搭配预设的震动体验，解锁体验相当舒服。通讯性能部分 ，OnePlus 8 Pro 支援 5G，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，OnePlus 8 Pro 缺少了4G B28 700的频段，此外也支援 WiFi 6。
音娱乐部分 ，OnePlus 8 Pro 在基础规格上采用的是 6.78 寸 19.8:9 2K QHD Plus 萤幕，峰值亮度可达1300尼特，支援 HDR10 Plus 120Hz 萤幕刷新率以及240Hz 触控采样率。同时，也是目前市场上少数支援在 2K 之下开启120Hz 萤幕刷新率的机种。不过，以续航来说，Full HD 加120Hz 依旧是首选。邦尼还是那句话，120Hz 绝对值得用续航来换，用过了不会回不去，但你会不想回去。在曲面的曲率上 ，OnePlus 8 Pro 相对保守，但也带来了更好的边缘操作体验。以握持手感跟观感来看，邦尼认为1+8 Pro 的曲率算是达到不错的平衡。而在低光下的萤幕显示效果，以我们手上的机台跟今年各家 OLED 旗舰相比，邦尼认为差异有限，还是更偏向 OLED 的发光特性，不用太过于担心。整体来说 ，OnePlus 8 Pro 这块萤幕，不论是在动态对比、亮度表现、实际显色，都还是可以放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1+8 Pro 依旧不支援 Always On Display， 只能在触碰萤幕后或是拿起手机时显示，同时也无法让指纹辨识区域常驻在萤幕上。目前官方表示正在进行相关功能测试，期待未来进行更新。此外，一家实验室当中可以打开 DC 调光，不过在低亮度下的抹布感和色偏还是容易感知，可以自己斟酌。而在1+8 Pro 上，一加也加入了 MEMC 动态插针的独立运算晶片，透过插针的方式，让影片的观感更加连贯顺畅。在搭配 YouTube 串流播放之下，一样有机会遇到邦尼在 OPPO Find X2 Pro 评测中提到的边缘断层。不过在实际表现上，邦尼认为 OnePlus 8 Pro 稍微更稳定一些。外放体验部分 ，OnePlus 8 Pro 采用双喇叭，同时也支援 Dolby Atmos。邦尼也提供一组外放测试供大家参考。整体来说 ，OnePlus 8 Pro 确实就是一支继承器有优势，并且补足许多需求的旗舰机种。在 ID 设计上 ，OnePlus 8 Pro 在工艺上依旧细腻，迎来了 IP68 防水防尘。萤幕依旧是这次亮点，拥有可以同时启用的 2K 120Hz 前段班的显示效果，搭配上双喇叭，在影音娱乐上依旧优势。效能可以说是不用担心的项目，不过在养 OS 的新功能进程上显得相对保守。虽然有相当流畅的120Hz 系统优化，不过在许多项目上还是期待一加能够更稳定的持续进化。而在续航上，以搭载 5G 加 2K 加 120Hz 的机种来说，表现中规中矩偏上，支援30瓦快充，重点是终于迎来了无线充电。相机部分，不论日夜拍、录影表现都相当不错。长焦会是当中较为明显的弱项。整体而言，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专注需求的旗舰机种 ，OnePlus 8 Pro 已经在这里咯。好啦，本期节目结束了，不要忘记右上角对 OnePlus 8 Pro 进行投票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，